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小鹏说天下，我是小鹏。最近刷了一个短视频，讲的是台湾是否应该跟大陆进行统一，相对来说是那种比较能说的，不是上来就骂人咬人的那种小粉红。所以我觉得这个人还是统一派里面比较有代表性的，比较有价值的。所以今天我就根据这个视频，想带大家来分析一下这个两岸是否应该统一的这个问题。首先，视频里面他拿出了明清来举例，他说中华民国就是类似于明朝，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是清朝，而中华民国已经在历史的斗争中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打败了，而台湾就是中华民国的遗老遗少，现在正在抱着中华民国的招牌阻碍历史的进步，阻碍历史的发展。随后这个视频里面，作者又说，大陆和台湾都是中华民族的后代，应该想着怎么让两岸共同过渡到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当中去，实现对于中华民族更有利。再之后，他又希望要站在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上进行考虑，认为中华民族要跟世界上所有的其他民族进行对抗和竞争，而谁能让中华民族更强大，谁就应该支撑。而且在他看来，如果发生了战争，台湾是不可能赢的，因为在他看来，全世界所有华人都是希望台湾统一的，都会支持统一，没有人会支持台湾独立。而接下来他又举了蒙古和越南的例子，他认为这两个国家也都应该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只不过是在之前历史上因为某些历史原因导致被分割出去。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作者他是怎么说的啊。无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是中华民国，它其实都是属于中国。如果都属于中国，我们就没有主权之争，我们争的是到底哪个政府代表中国，对吧？这想问一个问题，就是你现在说你中华民国，因为它时间比较早，斗争过程中它被赶走了，然后被打败了，但是呢，你依然坚持你的中华民国。那我想问一下，你们中华民国从大清手上夺走，就是打败大清的时候，你有考虑过大清人的感受吗？你考虑明朝那些遗老遗少的感受吗？或者说，你如果这样子想的话，那我问你对于你们来说，张勋复辟这个过程，你们是不是才是反贼？中华民国是不是才是反贼？那些张勋复辟的这些人，是不是才是伟岸光正的人？时代是在变化的，中国的令尊也是往前的，是中华民国，它已经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不是要否认中华民国的存在，就像当年的大明朝，朱元璋所启动一件非常大的事情，就是他承认大元的正统，我们也承认中华民国在历史上的功绩，在历史上的存在的价值。但是你跟朱元璋说，我因为承认大元的正统，所以我就要把大明改成大元，然后大清统治了中国大陆之后，我也要把大清改为大明，这是历史的进程吗？这都不是的。所以如果你站在历史更远一点的历史的角度来看，你们现在换一个角度来说，你是不是就是一种中华民国的遗老遗少？你是不是就是在阻碍历史的进步？我是说，如果你只抱着中华民国这个招牌，是不是就是在阻碍历史的进步？要是在整个历史的脉络上来看，我们的确是遗老遗少，不是这个遗老遗少的问题，你只是要把牌稍微转变一下你的观念就好了。你是中国人，我说你是大明的后代，还是说你是大成的后代，或者说你是大汉的后代，你会反驳吗？你会不赞同吗？那同样的道理，我说你是中华民国人和你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它没有矛盾，只不过现在我们两个是政权之争，但是你们在当年的政权里面就已经失败了。然后你们在统治这个主体的过程中，你们无论是你们的政权原来的腐败也好，或者说你们自己的战斗力不行也好，你们被打败了。不是被外毒入侵了，你们是在自己的内战中战败了。既然你战败了，接下来我们要讨论的就是怎么让中华民国顺利的过渡到中华人民共和国里边。因为我们大家都是中国人，所以我们希望在这个过程中能够更对整个中华民族更有利，对吧？你是不是应该更重要的是站在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上去考虑？我们现在要做的问题是什么？中华民族它要在这个世界上跟美利坚、跟那个日耳曼、跟
跟那个大和民族进行竞争，那么这个时候不应该是谁更能够让中国更强大，更能够在民族之林里边屹立起来，谁能富我大长，强我大汉，让中华民族成为真正的屹立在世界之巅的这个民族，我们就支持这个嘛，我们就让他来做领导人吗？你这个时候你为什么不能够换一下思路呢？既然我是中国人，我要效忠的是中华民族，对吧？那中华民国它既然不行，那我们就让它不行了，就像当年的大唐取代水草是一样的。水草你不行，那你就下来，我换一个更强的大唐来上。如果我是一个深蓝的人，就像你们国民党，你今天转换利益，我只是放弃了这个称号，再说我换来的是中华民族的强大。不光是我州为什么不行？台湾这场仗跟大陆打起来的是不可能打得赢的，2点原因就决定他不可能打赢。台湾没有战略纵深。第二个问题就是有句话叫做上下同欲者胜。中国大陆要统一台湾的意志，它不是受政党限制，它也不是受你是哪个省的人限制的，它是整个中国人，包括整个海外华侨、华人的共同意志。这个你是承认的对吧？是没错，中国大陆已经实现了上下同欲者，就是统一台湾的意志是已经统一了。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看台湾人的意志。如果开战了，台湾人将分3波：扬州的、想战的跟下降的，是吧？你们达到了上下同欲者了吗？那没有的话，就不考虑那个现代武器，我们就单纯从这2个本质上去考虑，台湾就没有机会，而且永远不可能有机会。有一个最简单的2个地方，一个是蒙古，一个是越南。越南它其实从独立到现在已经1000多年了，然后你要知道哈，越南真正独立出去，它是在汉末的时候独立出去，那个原因是因为什么？是因为中国进入了动乱，是没错，因为他抓住了机会，这是第一次是。但是即使是这种情况下，他到了大唐的时候又被抚平收回来了，然后之后呢，他又利用了大唐的动乱，再一次独立出去。到了宋朝，因为宋朝实在太窝囊嘛，没办法收不回来了，然后这样最终他坚持了将近1000年的独立之巅，又算是这样进入了明朝最强盛的时期，也就是明朝的明成祖这时候还是办起来。只是寡占的，对吧？攥着吧，这就告诉我们一个意思，就是台湾你想要独立，你要具有越南那样的地理条件，就是我们谁能打得进去，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你要有跟我们对抗上千年的这种义气，你没有这个，以至于你讲独立，那你就是在扯淡。蒙古这么能独立，也是抓住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就是当时我们中国国内比较弱，那蒙古最主要的是确实是有个肯为他玩命的爹，而且这个中国当时指的是中华民国啊，还不是后来又重新起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就讲白了，当时的中国没有跟苏联，就是蒙古他爹苏联进行硬扛的心理准备和能力，所以没办法就那个了，对吧？是。那我们现在想问，台湾有一个愿意为他拼命的爹吧？对，其实是有的，就是中国大陆啊。如果别人要抢台湾，你们会平民了，没错。事实是，如果有一天日本说他要占台湾，能放心，中国大陆这个时候绝对会跟台湾放下扯皮线，把你说的剧会去过的。但是台湾会很开心了他其实也不会很开心了，因为日本要抢台湾，极有可能在上也还是在台湾。所以就是总的分析来分析去，我觉得所有的台湾同胞至少要面对现实，就是大家既然不想讲情谊了，那就讲现实。是现实就是你们没有那个硬性条件去独立。我会经常看一些那个绿营的一些节目，比如说三立啊或者宁视啊，经常会被他们气到脑袋冒烟。我现在在这边就是给大家都有一个建议，各位所有在海外的，无论你是反华还是反共，接下来都有个机会，就是跑去台湾。所谓的反华轮子这些人全部招进了，他们不是有自己的理念吗？实现他们理想的时刻到了，给你们台湾的朋友也好，或者是给那些所谓的海外的反华势力也好，就去吧，去台湾吧。那接下来我们就在最后一刻来见证的这些分子，大家一起去，不要跑，真的实现你们理想的最好时刻，也最好时机，是最好的地点，是没错。哥带弟，就算他们都去了，我相信也不会太久。把视频看完了，在我看来，这个作者他确实是挺能说的，但只不过他其实是在诡辩，逻辑出现了很多漏洞。一开始论据的根本就出现了一些问题，导致逻辑出现了错误。我们接下来看一下他到底是哪些地方出现了问题啊？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他这么坚定的相信两岸就是应该统一的？首先，他的中心思想就是同一个民族就应该统一，但是怎么定义同一个民族却没有一个定论。就比如我们和越南它是同一个民族吗？还有我们和俄罗斯的斯拉夫人是同一个民族吗？
作者是站在宏大叙事集体主义的角度去思考问题。他认为国家的领土越大越好，民族融合的越多越好。但是呢，价值观不同，那还为什么要统一呢？首先我们要知道民族这个概念是从何而来的。中华民族这个词是由近代的梁启超首先提出的。当时提出中华民族这个概念，就是为了在列强入侵的时候，将整个领土里的各个不同的民族的人联合在一起，共同抵御列强外敌入侵。所以说，在这之前根本就没有中华民族这个概念。也就是说，在大陆上本来就是有不同的几十个甚至上百个民族存在的，从来就不是一个单一的民族。所以说，中华民族这个词本身就是一个伪命题，是一个伪概念。同理，我甚至可以创造一个词叫地球民族，来抵御外部星球的太空入侵。民族这个东西说白了，它是一个政治概念，同时也能成为战争借口，而并不是事实存在的一个东西。因为决定一群人能否过到一起的根本因素是价值观，不是血缘，不是出身，也不是居住地点。还有一个问题我就比较好奇了，为什么中华民族要和世界上所有的其他民族进行对抗和竞争呢？现代的社会国家里，基本上除了俄罗斯和朝鲜，都已经从陆权国家转变为了海权国家。国与国之间主要是靠贸易合作和竞争，而不是对抗和统战。所以在我看来，作者就是站在统治者的角度，站在利益集团的角度来思考这个问题。在他们看，领土越大，权力越集中，当然对于皇帝有利。可是作为一个韭菜，一个时代的牺牲品，为什么要处处都为肉食者考虑呢？但凡在一个正常的国家，政府政权存在的意义就应该是以人民生活水平好坏为第一目标的，而不是以统治者自己政权是否稳定为目标。在视频中，他又举了蒙古和越南的例子，他甚至认为这两个国家也都应该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只不过因为某些原因而被分割出去了。那么按照这个道理的话，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你都可以先说这是我的民族，然后以这个为借口说要收复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的领土。比如我就可以说斯拉夫人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所以莫斯科也应该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所以要是价值观相同的话，价值观一样，在名义上是不是一个国家都是一样。就比如欧盟各国，其实从血统和民族上来讲，就是很多个不同的民族，北欧和西欧人种都有很大的区别，但是因为他们遵从共同的价值观，有共同的利益，导致这些国家在不是一个统一的国家的情况下，在不是一个大一统中央集权的国家的情况下，也能相互合作，相互帮助。他们不是一个国家，却胜似一个国家。在乌克兰被入侵的时候，欧盟同样也做到了前所未有的团结。所以事实就是，由于价值观和身份认同，白人和黑人可以是同一个人种、同一个民族，而父亲和孩子在某些情况下却也可以被认为是不同的民族。而反观大陆和台湾呢？先说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大陆目前还是中央集权、一党独裁、领袖不轮换的情况，而台湾却早已实现了民主化，是很多华人口中所谓的民主之光，能真正做到穷人有尊严，富人有自由。大陆呢，虽然经历过了改革开放，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模式转变为了官僚资本主义模式，但是发展经济的根本目标是为了维稳，而不是以实现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为根本目标。也就是说，维稳是目标，而经济发展是手段。其次，再说经济发展水平，大陆目前跟台湾还是相距甚远，贫富差距也很大。现在争着抢着让台湾回归大陆，对于两岸有什么好处呢？难道就是为了让台湾跟大陆一样回去过苦日子吗？最后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两岸的价值观。大陆奉行的是弱肉强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和强人政治，
而台湾遵从的是普世价值。这两种不同的价值观，就让这两群人很难相处在一起，也无法在两地同时实行同一种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如果我们强行进行统一的话，结果就是要么大陆实现民主化转型，彻底抛弃独裁政权，要么就是台湾会如同香港沦为国际金融中心遗址一样，沦为国际政治中心遗址。总之，决定两个地区能不能事实上成为一个地区的评价标准是文明程度和价值观，而不是很多人口中所谓的民族认同。当这两个因素同时符合的时候，哪怕两个地区的人处在天南海北，也不会妨碍他们两个人亲密好似一家人。而反之，如果两个地区的文明程度相距很大，价值观也完全不认同的话，那么就算两个人生活在同一间屋子、同一个房间的话，也不会是真正的幸福，不会实现真正的统一。所以我奉劝那些不管出于什么原因想要实现统一的人，不如先想想自己该改变些什么，做些什么，而不是一味的像个流氓一样哭着喊着要娶人家的黄花大闺女。